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的和幸福出人意料，拿下事后指日可待。他们越是瞧不起咱们越要好好活着。你别怕，嫂子会帮你讨回公道的。妈妈一定使劲活，好好活。这是郑晓龙执导，赵丽颖领衔主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主角和幸福赵丽颖式的台词，听了之后，小编完全被赵丽颖惊艳了。幸福到万家完全不同于赵丽颖以往的《杉杉来了》《花千骨》等作品，是一部展现个人奋斗史诗、立足现实、展现时代的这样一个作品。跟超现实主义作品不同，这样的作品力求写实，更加接近生活，也就是大家口中的接地气。而这类作品对演员的演技的要求相当之高。而此前赵丽颖参演的大 IP《花千骨》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发挥空间极大。因为没有绝对标准，但是《幸福到万家》这样的作品不一样，一个打官司的已婚农村妇女形象，这在现实生活中有参照系的，而参照系就是照妖镜。一旦演员不能够准确表达角色的行为逻辑、性格特征，这个戏在观众眼里就是处处是 bug。 比如最近热播的另一部现实主义女性职场剧《关于唐医生的一切》，越往后看戏剧的人越多，原因就是太假，把有生命危险的患者当作科室斗争的筹码。医生做手术全凭主观意愿，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能撂挑子。医生护士行走慢慢悠悠，如同压马路。很明显，这是一个不太及格的现实主义作品，同时也能看到观众对于现实主义作品要求的严苛。一旦细节不到位，观众就会果断弃剧。而赵丽颖这一次真是大大出乎了小编的意料，没想到平时高高在上的女明星，干家务做农活这么爽利，一点都不像个生手。没有浓妆，没有滤镜，她有丈夫，有家庭，有孩子，有纠纷，有烦恼，会变老，会变丑，但是她又有小人物身上的坚韧勇敢。赵丽颖完全说服了观众，她就是何幸福。这次她不再是强行留在少女感里的傻白甜。有人把赵丽颖的这次突破归功于运气太好，同期85花之所以沉浸在偶像剧里摸爬滚打，是因为资源太差，无法像赵丽颖一样幸运地遇到欣赏本人的伯乐郑晓龙。其实不然，回顾赵丽颖的经历就会发现一切都是有迹可循。赵丽颖原本是一个有工作、有稳定收入的打工人，但她放弃这种稳定，硬是以素人之身参加比赛进娱乐圈，没有稳定的收入，到处跑龙套还遭白眼。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，竟然坚持了6年之久，换成任何普通人恐怕早放弃了。而在大火成为演员之后，又不甘当资本工具人，也不为了挣钱而胡乱接戏，从来没有停下对于创作优质影视作品的追求。当时拍有匪的时候，竟敢大胆站出来抗议作品的魔改，这实在是太勇了。尽管有匪的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但是他能站出来去阻止、去反对，就知道他是一个对品质有追求的演员，有自己的演员梦想。这么坚韧，这么勇敢执着，这么敢于走出舒适圈的演员，他不红谁红？而这次赵丽颖走出了女神的枷锁，在戏路上的突破不可谓不大胆，而按照这样的表演水准，拿下事后指日可待，未来的演员之路会更加繁花似锦。幸福到万家首播，赵丽颖本色出演农村小人物，这类剧应该火了。今年上半年大火的《梦话录》迎来了大结局后，观众又能迎来现代的大剧。今晚终于等到久违的《幸福到万家》。《幸福到万家》该剧于2022年6月29日在北京卫视、东方卫视首播，优酷网独家播放。故事开展在现实已经富起来的一部分农村，里面小家小户发生的故事。新嫁入该村的何幸福不畏强权，为自己的正义敢作敢为，通过在大城市不断学习，促使自己乡村振兴，现代女性成长的故事。1. 备受期待。官宣定档之后，一直热度不下，
幸福到万家成为赵丽颖转型后的第一部大剧，一直备受大家期待，甚至打破优酷网预约量纪录，截止到现在都已经高达300多万。2. 制作班底强大，导演郑晓龙，这个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导演，他执导过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，在指导人物的电视剧，他也是一样的成功，如《红高粱》。编辑部的故事，编剧赵东陵，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会比较陌生。刚刚播完的《警察荣誉》就是出自他的手笔。跟导演郑晓龙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，在电视剧《红高粱》他们已经突破了首次合作。对现实题材的电视剧还是很有独特的见解的。3. 演员阵容实力派加演技派演员，没有流量明星。老戏骨刘威，相信大家对他的一点都不陌生。他在剧中饰演的万家村村支书，他是一心一意为村里面的村民谋求福祉，与和幸福相互间的矛盾，最后到和解。赵丽颖，大家都比较熟悉她的古装剧角色，如《陆贞传奇》陆贞、花千骨花千骨、楚乔传楚乔、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盛明兰。这是他第一次转型后的角色，扮演农村里面的小人物和幸福，敢想敢干，很较真，有点倔强。剧中跟刘威、罗晋的对手戏，应该就是剧中高潮起伏的场面。赵丽颖在采访中坦言，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，她在拍戏的时候每天都生气，复盘后更生气，看看明天要演什么就特别生气。我们只能期待下正片，究竟什么能让赵丽颖周而复始的生气？罗晋饰演律师关涛，剧中充满正义，乐于助人。但是我觉得最近罗晋戏越来越少，是不是因为戏路的问题？看看在剧中会不会有特别出彩的地方。唐岑，应该是不少人在电视剧看到这个人的名字，属于戏红人不红的局面。在剧中饰演赵丽颖的丈夫，是个农村里面比较典型的小人物，懦弱怕事，受到妻子和幸福的影响，从而改变自己的一个小人物。幸福到万家好导演、好剧本，当然有好演员，里面还有好的风景，农村通过改革走向乡村振兴的风景。当代的现实农村题材电视剧，值得你们看一下。赵丽颖出演《幸福到万家》，不仅被郑晓龙点名夸，还带火一段独白。时间已经来到了6月底，各大好剧都迎来了收官之战。先有张若昀主演的《警察荣誉》在观众的第2季呐喊声，以 8.6 的高分功成身退。刘亦菲、陈晓主演的《梦话录》也在鹅厂的超前点播大礼包下迎来了大结局，顾盼生辉 CP 互诉衷肠，相依相守。三娘成功穿上凤冠霞帔，宋引章成事业女强人，所有人的结局都很圆满。曾舜晞、杨超越主演的《说英雄谁是英雄》虽然跟《梦话录》撞档，没有太大的水花，但大结局依旧延续李牧歌导演的一贯风格，全员 B。很多2部剧一起追的观众，前一秒还把嘴咧到了后脑勺，下一秒就哭断肠。一大波好剧的落幕，也就意味着另一大波好剧的光顾。而在即将上岸的剧中，赵丽颖主演的《幸福到万家》终于要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下来了。没有别的，只想说2个字，那就是期待。郑晓龙、赵东陵合体搞事情，史诗级农村大剧要来了。《幸福到万家》改编自长篇小说《秋菊传奇》，讲述的是农村姑娘和幸福在面临事业、婚姻、爱情和亲情的多重考验下不断成长的故事。不仅是一部史诗剧农村大剧，更是一部讴歌女性成长的正能量励志剧。其实该剧之所以能未播先火，受到观众的瞩目和期待，不仅仅因为主演是赵丽颖，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制作班底上。有电视剧教父之称的郑晓龙，他镜头下塑造的经典作品实在太多了，根本列举不过来那种，像早些年的《渴望》、北京人在纽约、金婚等等。
还有被网友扒掉底裤的甄嬛传，那更是经典宫斗剧中的经典，完全可以这么说，郑晓龙出手那就是奔着得奖去的，所以幸福到万家才能让观众如此期待。不仅如此，该剧的编剧赵东玲也同样是业界的大拿级人物，上面提到的警察荣誉就是他笔下的作品。这么说吧，在赵东玲编剧的笔下，不仅细节拿捏到位，对人物情感的塑造更是细腻，就像《警察荣誉》这部群像剧，全剧没一个废镜头，把群像剧拍出了现实感，是真的牛。而《幸福到万家》这部剧汇集了郑晓龙和赵东玲两位王者，咱就是说，这样一个实力强硬的班底，怎么能不让人期待呢？从片方给出的超多预告片和物料看，该剧从一开头就表现出满满的戏剧性张力，农村婚宴、恶俗婚闹，再到大打出手，矛盾冲突直接拉满。当然，对于郑晓龙导演来说，仅仅拍出农村那种热闹感是不够的，更多的是要用作品来彰显现实意义。郑晓龙导演表示，《幸福到万家》并非只讲了农村变化，而是在城市变化的基础上，看待农村变化，真正的实现城乡融合，城市农村共同进步，包括农村的法治建设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，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回乡建设新农村的愿望。其实从郑晓龙导演采访说的话中也能看出来，《幸福到万家》这部剧的立意就十分深刻，并没有拘泥于单纯的农村剧，更多的是用镜头来凸显城乡同步发展，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郑晓龙导演点名夸奖赵丽颖转型成功。上文中也有所提到，该剧除了制作班底是观众关注的原因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主演赵丽颖。虽然说赵丽颖的演技一直备受观众和粉丝的认可，而且也演了大把的爆款剧，但剧的题材以古偶、言情居多。倒不是说这种题材的剧就略差一等，而是对于赵丽颖来说完全就是舒适圈，所以要想更上一层楼，赵丽颖就要勇敢地跳出舒适圈，而幸福到万家就是赵丽颖走出舒适区的见证。赵丽颖也确实没有让观众失望，不管是表演的张力，还是剧中的扮相都非常贴近角色，真正的做到了人戏合一。从预告片看，赵丽颖原声台词出镜，不仅声音铿锵有力、悠扬婉转、不卑不亢，而且还成功带火了一段独白。背景是这样的：何幸福打了万传家之后不被婆家人理解，让他必须去道歉。何幸福表示道歉可以，但万传家也要为他做过的事儿道歉。但婆家认为万书记不好惹，让何幸福不要较真，不要不识好歹。而在赵丽颖抑扬顿挫的台词下，一段独白直击人心：我就图分辨个好坏对错，如果连好坏对错的理都不讲了，那还是人吗？双引号。其实从这段话也能看出来，何幸福是一个敢想敢干、讲道理但也非常较真的人，特勇敢的一个姑娘，而这一点与赵丽颖本人也非常相似。在赵丽颖的幕后采访中，她自己也表示，因为她小时候也在农村生活，所以何幸福的状态很像她自己小时候，而且赵丽颖对何幸福这种敢想敢做的勇气也很欣赏，因为有了深入的了解与认识，所以赵丽颖才能更好地诠释出何幸福这个角色。而郑晓龙导演也不吝啬自己的夸赞，直接对赵丽颖提出点名夸奖。郑晓龙导演表示，赵丽颖不是科班出身，所以他没有用模仿这种表演方法，而是在理解后用心诠释出何幸福这种角色，这不仅是赵丽颖的优点，更是难能可贵的一个特质。总而言之，幸福到万家作为赵丽颖的转型之作，不仅制作班底实力雄厚，故事内容更是扎实，已经狠狠地期待住了。而眼下幸福到万家开播在即，赵丽颖的在剧里的表现也即将见分晓，那么你期待这部剧吗？